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作品的音乐属于全资制作，并且完全采用事后配乐法，概括了各种曲风曲式，并且横跨了数个 IP， 那我心中只会有一个答案 ：Hoyo Mix。Hoyo Mix 作为一个全资的音乐工作室，包办了老米旗下所有的音乐制作。除了拥有众多作品外，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交互替换了许多新旧成员。其中，崩坏系列 IP 更是经过了许多曲师的手笔发展至今，而当中参与的曲风自然也是丰富多变。作为一个开服玩到现在的崩三老舰长，在我听到星穹铁道的音乐之后，第一次让我感受到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PV 曲的使用方式。崩三的 PV 音乐大致上可以想象成一个3部曲式的结构，也就是 ABA Plan 或是 ABC 结构。A Part 通常是整首乐曲的基底曲风，古典、流行、抒情或是国风。B Part 则是一个衔接桥段，很长时候会用电子音乐搭配快速运镜的画面来带起观众的情绪。C Part 则会以 A Part 的基底曲风结合电子音乐，创造出新旧融合的现代曲风进入主旋律。同时 ，PV 角色会随着 C Part 的鼓点华丽登场。这种操作真是让人百看不腻，一吸就上瘾。当然，在双主角的 PV 中，可能会再多增加另一段主题旋律，而另外像是浮华的 Rise from the Ashes 则比较像是中西合璧的变奏曲式，但大致上 PV 风格都还是挺一致的。然而，铁道的 PV 风格则较无固定形式 ，PV 主角通常会在数个小节的旋律后直接登场，根据每个角色所讲述的故事，在后续可能会采用2部、3部、回旋或是变奏曲式，甚至是流行音乐，有点像是把角色 PV 与版本 PV 结合在一起，让观众体验到一种小短片的那种感觉。是说，我总觉得老米好像很喜欢在古风曲上用变奏曲式，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虽然都是由 Hoyo Mix 制作，但团队成员也不见得都完全相同。不同的作品之间会有不同的 PV 风格，也是很自然的。但直到我遇见了 2.2 版本的名场面后，才让我感受到星穹铁道的全面进化。这当中的音乐包含了各种传承的精神，并在这条名为崩坏的命运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因此，我决定来好奇看看崩坏音乐是如何从一个幻想的健康阳光走到真实的积极向上。而这一切的源头，还得从那位开山始祖说起。蔡金汉出生于1987年5月12日，浙江传媒学院毕业，中国音乐制作人，现任 Hoyo Mix 音乐总监。2011年时，蔡金汉与郑宇介、夏一汉3人组成了一个音乐团体初音战队。他们为漫画《日渐崩坏的世界》创作了主题曲《日渐崩溃的初音未来》，而这首曲子的真人演唱版则是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崩坏世界的歌姬。而后，这首歌曲的版权被米哈游买下，3人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米哈游，共同创立了最初的 Hoyo Mix 工作室。在崩坏3早期的几张 OST 中可以看到，作曲者的栏位会写 Zoe 跟 Jodudu， 就代表蔡金汉和郑宇介，而他们也正是代表了最传统的米式电音，像是电子摇滚的 Light。学院风的 Destiny， 以及从崩坏2就沿用的 Lin See You in the Next World。在他们3人打下整体游戏的音乐基础后，崩坏系列的团队也日渐壮大。随后 ，Hoyo Mix 迎来了一位可能是我觉得贯穿整个崩坏系列都相当重要的一位曲师——宫崎。宫崎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崩坏3 OST Onwards Original Soundtrack。除了较新的剧情配乐以外，早期的角色 PV 曲从音色轮回到暮光裁决，也都全权交由宫崎制作。要说这个 PV 曲，那可真是每次都把我从弃坑的边缘给拉回来。第一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浮华上线的千年之语，从开童科幻风格的合成器音效到国风的拨弦家族开始发力，一切的衔接都是这么的自然。随着3个音程的响起 ，So La Si， 电子鼓随即重拍落下，伴随着凤凰的鸣啼声，赤灵显现。不断切换的技能展示与鼓点的搭配完美契合，并在第一段旋律过门之后，鼓点从原本有明显的强拍打击变成更快节奏的连续打击。透过必杀技飞进玄灵，把感官刺激提升到最大化。这种绚丽的 PV 展示，在6、7年前可说是屌甩大部分的2次元手游好几条街。
而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传统国乐与电子音乐结合的强大，完美诠释融合了神话元素与科幻战士的赤原仙人，真正印证了你永远可以相信 Hoyo Mix 这句话。在搞定了游戏配乐和 PV 曲后，老米也开始正式发力制作了全新企划动画短片。没错，就是那个把我们刀了又虐，虐了又刀的国产动画。在这个阶段 ，Hoyo Mix 算是开国元老与中生代的合作阶段。在后续的几部动画音像曲中，蔡金汉主要负责作曲，而宫崎则扛起了编曲、混音与母带工程的重任。俗话说，好的作曲让你流连忘返，而好的编曲则使你高端上档。同一段主旋律在经过不同的配器编曲后，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情感。在 Night Glow、Starfall、Moon Halo 三部曲中，都是从抒情乐走向摇滚，调性变化从悲伤的 D minor、明亮的升 F major 到情感强烈的 F minor， 分别代表了基子对于齐亚娜在诀别之时的寄托。齐亚娜从自责的阴霾中逐渐走向光明，以及在经历了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之后，齐亚娜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定勇敢，升华到更高层次的情感波动。这一连串的骚操作下来，真是把你爷们都给整得痛哭流涕、崩溃破防。而米哈游也因此正式获得了米刀游这个称号。在后续的动画短片中 ，Hoyo Mix 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中生代曲师，包括林一凡、文池、李敬浩等人，各自发挥了音之律者的全能，不断的在刀出新的高度。而这一切的精神打击，我是说情感冲击，则在下一个阶段的企划中完全释放。崩坏 Third 线上音乐会。目前已举办了3次音乐会，分别为星火流音、纯真梦歌和林海启律。3次的音乐会总监分别为蔡金汉、宫崎和小熊维尼。除了邀请众多歌手共襄盛举之外，也请到了西安交响乐团和重庆童声合唱团共同演出。在星火流音中，采用了36x7.5米的 LED 弧形屏幕，22米的数位控制水幕，1300颗灯具以及5000颗的数位控制灯球。所有声光效果的保障与管理高的 Hoyo Mix 监督组都忐忑不安，宫崎在开演的10天前更是焦虑到一个不行。然而，要说在这场音乐会中最复杂的工程是什么，那还得是完全的独立乐器收音，也就是每一个乐手合唱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支独立麦克风。在一般的乐团表演，常见的麦克风收音大概分为3种：麦克风阵列，通常以2到3支麦配置3角阵列或是环绕阵列进行收音。分区麦克风针对每个声部或是不同的乐器家族配置独立麦克风，个别麦克风对于特别重要或是需要突出的乐器，像是首席小提琴、竖琴或是打击乐器等，单独配置一支麦克风。就算是大编制的交响乐团，采用分区麦克风进行现场表演收音，也大多在18到26轨。然而，这音乐会的每一个人都配置了一个个别麦克风，光总声音轨数就到达了100多轨。无论是在音量调控还是效果配置，都是相当庞大且复杂的工程。整个团队倾尽了洪荒之力，将目前所能及的细节都调整到了最佳的演出效果。而在后续的纯真梦歌以及林开启律中，老米也不断的将音乐会的演出效果不断进化，包括 XR 技术的艾丽投影、部分虚拟、部分实景的 VP 拍摄。当然，也包括了各种印象深刻的 OST 改编，从古典、民谣、电音到中西合璧，每一首都激起玩家们的回忆与情感。而在最后 ，Hoyo Mix 的成员车子玉也是首次以曲师兼歌手的身份为音乐会献唱了最后一首的 Da Couple， 让所有线上以及线下的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为崩坏 Third 第一部正式画下来一个完美的句点。在崩坏3开始进入第一部尾声之时，也就是大概在 Moon Halo 之后，蔡金汉和宫崎开始走向更高层或是其他项目组的监督工作，大部分的 OST 制作交给了中生代的林一凡、文池以及李敬浩等人。而在1部终章、1.5 部以及2部之后，更是加入了许多新生代曲师，包括江鹏、刘嘉诺以及陈永辉等人。江鹏主要负责部分场景音乐和 PV 曲，从艾丽的人之律者到徐三家的 PV 曲都是他的手笔。刘嘉诺则制作了死生之律者的 Circle of Life、火符的 Rise from the Ashes 以及动画短片在出发之前。而陈永辉的加入算是我觉得对于崩3 OST 有了蛮重大的突破，他主要负责大部分的场景音乐以及 BOSS 战 BGM。在以往的 BOSS 战，由于都会有个动画短片或是印象曲做收尾，所以 BOSS 战当下并不会有太多的 BGM 铺陈，大多都是相同旋律的变奏循环或是相似曲风的衔接。然而在陈永辉加入之后 ，BOSS 战的 BGM 开始会随着 BOSS 的不同阶段出现情绪转折，包括人律之战的 Conflict 到 Erupt， 中烟之战的 Death Tower 到 Elapse，
Vita 之战的 Deformed Butterfly 到 Unrecognizable， 以及 Soul 之战的 Before Light 到 Turn the Situation Around。其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Vita 之战，那个声光效果配上阶段性的 BGM 转折，让我以为我是在玩 FF16 的怪兽对决，真是爽到一个不行。不过，关于崩三项目组的新世代成员，那就又是另一个世界线的故事了。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此，请容我把我们的时间线拉回到2023年的4月26日。崩坏：星穹铁道作为崩坏系列的最新力作，在正式上线前就受到了广大的注目。除了与崩坏系列建立的角色与情怀的连接之外，招牌的米式音乐自然也是不可掉弃。因此，本作的音乐制作负责人就交到了在崩坏3中大展身手的宫崎。嘿，老兄又见面了。另外，崩三组的老相识林一凡、文池也都一并加入到了铁道项目组中，而独立于铁道项目组的曲师则有崔普汉、汪玉珏以及王可欣等人。与崩三不同的是，铁道多出了很多地图音乐或是场景音效需要制作，这类 BGM 很长时候会参考区域性文化或是日常生活中的灵感，像是贝洛伯格的欧式建筑，让人有种惬意感，或是街头音乐的感觉。因此，大多采用小编制的乐团来凸显演奏细节。在下层区的主题曲，宫崎更是用了自己的哼唱档来制作配乐。而为了达到整体听感的统一性，许多场景配乐也都是由同一段旋律延展开来，像是仙舟的主题旋律《天下熙熙》、腰晚明月沉宵宴、浮茶敬天以及天火同人。另外，在皮诺康尼这种诡谲多变的梦境地图中，则又会根据不同的地图情景，配置完全不同，甚至是有点扭曲的音色配乐去呈现梦境氛围。虽然地图音乐不是整个游玩体验情感波动的主要来源，但却是可以让你沉浸其中的重要因素。而要说到这个情感波动的主要来源，我们的老班底也是没在跟你客气的。宫崎在铁道音乐中可说是展现了与崩三时期完全不同的风格，从原本催人泪下的 Nightglow、Starfall、Rubia， 突然就变成了不得不说啊，我当下真是嗨到一个不行了。整个可可利亚 BOSS 战，从整歌带弹的严寒行军，到拔起岩枪的宪政无回，以及决一死战的野火，展现了压迫、崛起以及崇高觉悟的情绪转折。Jonathan Stenger 响彻云霄的歌声，让玩家们久听不腻，完全沉浸在战斗的氛围之中。这场 BOSS 战也被 The Loadout 和 Eurogamer 评为最具指标性的战斗场景，而出色的配乐则进一步提升了这些重要时刻。而这也是崩坏系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 BOSS 战中采用摇滚乐，立即就获得了极大的回响。其实，在很多幕后画面以及乐曲资讯栏，你很常可以看到宫崎老师是亲自担任吉他手进行录制。也许是在崩三时期憋太久了，铁道中正向阳光的力量正好可以完全释放他的摇滚魂。另一位老班底林一凡，在崩三时期制作了帕朵菲利斯的 Elastic Force 和奥托主教的 Regression， 到了铁道则是水龙一曲是崩坏系列以来第一首只有以中文进行配唱的国风歌曲，当时我还真吓了一跳，什么后用 mix 做中文歌？水龙吟的意境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成为引领未来的勇者。在深入了解歌词后，许多的国外玩家也开始认识到国风音乐的魅力变成一种现象级的传播。该曲在1个月内就在哔哩哔哩获得了800万播放量 ，YouTube 获得了364万播放量。而除了水龙吟一曲以外，结合了琵琶与电吉他的雷车动地，以及侗族大歌与电子音乐结合的缠腰歌3部曲，每首名曲都被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二创和翻唱。游戏与玩家之间的双向奔赴，都体现出了游戏以及其音乐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以一种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将它们传承、融合，并最终走向全球。虽然星穹铁道目前也经历了多个章节的故事，但是其中最让我流连忘返的，还是那部仅源于静流的动画短片《飞光》。同名 OST《飞光》是由曲师文池所制，虽然我前面没有特别提他，但他在崩三时期也负责了部分的 PV 曲以及动画影像曲，像是大丫丫的 Oracle 以及13音节的 True。
我会特别喜欢飞光的原因，除了同样采用中西融合的曲风以外，它所展现的情绪、悲催感以及时光飞逝、历史轮回的无力感，都与《崩坏3》中的故事起到了共鸣与传承的连接。在我看完飞光之后，我其实相当庆幸，老米还是那个老米 ，Hoyo Mix 还是那个熟悉的 Hoyo Mix。然而，当时的我还并不知道，铁道项目组其实正在筹划着更为惊人的演出。而关于这方面，就必须要点名那一位独立于铁道项目组的新成员王可欣。在铁道 OST 中，不管是角色 PV、版本 PV， 乃至 BOSS 战 BGM，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几首曲子，包括《追星星的人》、《归来去》以及知更鸟专辑《空气蛹》。王可欣第一次现身采访是在仙州罗浮负责情绪音乐，在片时酣中，爵士乐的 double bass 结合悠扬的笛声，创造出了既紧张又松弛，像是上班时在摸鱼的气氛。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其实也有多首爵士风味以及 double bass 的应用，像是《太空漫步》、神策府总司一切大小事务将军，以及睡眠行走。在经过仙州罗浮片刻的休息后，王可欣在匹诺康尼 OST 中再次担起了重任。一首11颗星免于哀伤，让玩家们立马就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位银河歌姬的身上。其实制作组原本打算是以爵士或是大交响的曲风来诠释知更鸟的音乐，但也许是因为想打造更加亲民、更有陪伴感的角色，制作组最后决定采用流行音乐，以亚洲风的作曲结合欧美风的编曲，体现出了身为童鞋的匹诺康尼包罗了众多星球、众多文化的精神。其实游玩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星穹铁道》一直是一个崩坏系列的衍生作，不管是情绪渲染、叙事方式以及各种 PV 的宣发，我都把它视作是崩坏系列的一部分。然而，这个天真的讲法只仅仅维持到那一首神曲的降临。希望有羽毛和翅膀展现出了与之前崩坏系列完全不同的感觉，响亮的吉他、跃动的钢琴声、稳健步伐的击鼓节奏，加上众多的群众合音，所有元素融合进了阳光的一大调，创作出了灿烂、光明以及生气蓬勃的喧闹感。We rise together as our destiny unfolds. We face the darkness and our trials are yet untold. Oh, in silence, hopes we share. 即使面对无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也必须穿越阴影，直面黑暗。但在其中，我们可以共享希望。Yet fools, blind our sights, can make what they say. We will find our way. We will find our way. 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梦境遮蔽双眼，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到自己该走的路。Heads up, the wheels are spinning, an unending dream. Heads up, the tracks are running. We run, we strive. Heads up, a steady rhythm, a destination that's ever near. Heads up, the wheels are singing. To hope, we bound. 4段副歌讲述了追逐着无尽的梦想，偶尔会被梦境所迷惑，但我们仍可以挣脱束缚，持续向前。最后，我们终将迎来希望。In the face of God, we rose as one. 即使面对神，也无需害怕，因为台上不止你一人在唱歌，屏幕里不止你一人在战斗。面对困难，你从不孤单，我们团结一致，奋勇向前。这整首曲子所展现的积极阳光以及正面的氛围，让我在打 BOSS 战时实在是忍不住溃涕大哭。说真的，这是我在崩坏中从没感受过的情感。虽然崩3的每一段剧情也不见得都是坏结局，但你仍会对那些少年少女们所要面对的未来感到担忧。然而在星穹铁道中，那些关于羁绊的力量、关于相信、关于梦想的力量，无时无刻的充斥在歌声中，在你游玩的体验当中。而知更鸟的歌声、星期日的执着以及星穹列车的碰撞，这所有的元素也都让先前的剧情刻画在此时此刻展现了极具重大的意义。生命因而选择沉睡，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从梦中醒来。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崩坏音乐的话，对我来说，它代表了融合。它们不局限于任何曲风、曲式或是文化，将与游戏中最适配的音乐带到了玩家们的面前。其实，在这部影片中，还有很多 Hoyo Mix 的成员没有被提及。
但一个 IP 之所以能够形成，绝不因为只是一两位关键成员的付出，而是所有成员各自发挥出他们最擅长的本领，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之下才能创造的奇迹。而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说，《星穹铁道》更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品。你可以从中体会到崩三时期的艰苦、理想以及崇高的悼念，但又在情感波动最关键的时刻，它又展现出了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在先前飞光的杂谈影片中，其实是有打上一个问号。在时光流逝、时光轮回之后，悲伤的终结仍然是悲伤吗？但我现在体认到了，那并不是一个悲伤的终结，而是一个希望的开始。相信在日后崩坏系列还会有更多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激情与感动在等着我们，就让我们在这趟列车上一起见证他们的未来吧。愿此行终抵群星。